本小节我们来建立一个 STM32 的工程哈。这个 STM32 的工程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用到很多文件。之后我们的代码也都是需要建立在工程结构上的。所以在开始学习后续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一下如何新建 STM32 的工程。目前 STM32 的开发方式主要有基于寄存器的方式，基于标准库，也就是库函数的方式，和基于 HAL 库的方式。基于寄存器的方式和我们5.1单片机的开发方式一样，是用程序直接配置寄存器来达到我们想要的功能。这种方式最底层、最直接，效率会更高一些。但是由于 STM32 的结构复杂，寄存器太多，所以基于寄存器的方式目前是不推荐的。基于库函数的方式是使用 ST 官方提供的分装好的函数，通过调用这些函数来间接的配置寄存器。由于 ST 对寄存器分装的比较好，所以这种方式既能满足对寄存器的配置，对开发人员也比较友好有利于提高开发效率。我们本课程使用的就是库函数的开发方式。最后一个基于 HAL 库的方式，可以用图形化界面快速配置 STM32，这个比较适合快速上手 STM32 的情况。但是这种方式隐藏了底层逻辑，如果你对 STM32 不熟悉，基本只能停留在很浅的水平所以目前暂时不推荐 HAL 库，但是推荐你学过标准库之后去了解一下这个方式，毕竟这个 HAL 库还是非常方便的。那使用库函数的方式，我们需要准备一个 STM32 库函数的压缩包，大家可以在我提供的资料链接里找到固件库的文件，然后可以看到 STM32F10X 标准外设库这个压缩包。我们先把它解压，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夹，在这里就是库函数的文件夹目录了。第一个文件夹里是2个图片，这个没啥用第二个 libraries 里面就是库函数的文件了，我们之后建工程时会用到。第三个 project 是官方提供的工程示例和模板，以后使用库函数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第四个 utilities 是 STM32 官方评估版的相关历程，这个评估版就是官方用 STM32 做的一个小电路板，用来测评 STM32 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存的就是这个小电路板的测评程序。接下来后面2个文件，一个是库函数的发布文档，一个是使用手册。发布文档里有一些版本的说明使用手册里有教怎么使用这个库函数的，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新建一个基于标准库的工程。首先我们需要先建立一个存放工程的文件夹，比如在 D 盘、E 盘等位置。那我这里方便起见就在桌面新建了，起个名字可以叫 STM32 project。以后我们的工程都存在这个文件夹下，这样比较方便管理。接着我们打开 KO5 软件，点击 Project New Musician Project， 然后选择我们刚才新建的文件夹，在这里要再新建一个文件夹，用来存放本次的工程起个名字叫 2-1 STM32 工程模板。然后点进去，接下来给工程文件起个名字，在这里我们可以起一个通用一点的名字这个工程是干啥的，我们可以在文件夹名称说明。文件夹的名称是很方便改的，这个工程名称以后不太方便改，所以我们就起个 project 的名称，然后点击保存。接下来选择器件型号，我们的芯片型号是STM32F103C8T6， 所以这里选择 STM32F103C8 这个，点击 OK。这里弹出的是 KO 软件的一个新建工程小助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新建工程那我们暂时不用这个小助手，可以把它擦掉。接下来工程就建好了，
但是这里的工程文件是空空如也哈。现在这个工程还是不能直接用的，我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些工程的必要文件。那我们打开固件库的文件夹，打开 Libraries CMSS CM3 Device Support ST STM32F10X Startup ARM。 那这些就是 STM32 的启动文件。 STM32 的程序就是从启动文件开始执行的。我们把这些文件全部都复制下来，然后回到工程模板文件夹里，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我们刚才新建工程自动生成的文件哈。那如果直接把启动文件也放在这里，就有点太乱了，是吧？所以我们需要新建一个文件夹，可以叫做 Start， 然后把启动文件粘贴到这里面。接着我们回到固件库的 STM32F10X 文件夹，可以看到 STM32F10X 点儿去和两个 System 开头的文件。这个 STM32F10X 点儿去就是 STM32 的外设寄存器描述文件，它的作用就跟51单片机的头文件 R1GX52 点 H 一样，是用来描述 STM32 有哪些寄存器和它对应的地址的。这两个 System 文件主要是用来配置时钟的哈。STM32 主频72兆赫兹就是 System 文件里的函数配置的。那我们把这3个文件复制下来，也粘贴到 Start 文件夹下。接下来，因为这个 STM32 是内核和内核外围的设备组成的，而且这个内核的寄存器描述和外围设备的描述文件不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还需要添加一个内核寄存器的描述文件。我们可以打开 CM3 Core Support， 这两个 CM3 文件就是内核的寄存器描述。当然它还带了一些内核的配置函数哈，所以多了个 .c 文件。我们把它俩一并复制下来，也粘贴到 Start 文件夹下。到此为止，我们工程的必要文件就复制完成了。然后我们回到 Q 软件，把我们刚才复制的那些文件添加到工程里来。我们可以点击选中这个 Source Group， 然后再单击一下，把这个组改一下名字也叫 Start。 接着右键选择添加已经存在的文件到组里来，打开 Start 文件夹，把下面这个文件过滤器选择 All Files，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了。我们首先添加一下启动文件，这个启动文件有很多分类，我们只能添加其中一个我们视频所用型号需要选择这个后缀为 MD.S 的启动文件。至于启动文件这个怎么选择，我等会儿再讲我们选中它，点击 Add， 然后剩下的 .c 和 .h 文件都要添加进来。我们可以按住 Ctrl 键，然后依次选择它们，点击 Add， 然后 Close。 这样我们 Start 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就添加好了。这里的文件都是 STM32 里最基本的文件，是不需要我们修改的，我们添加进来即可。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图标上带了个小钥匙这个意思是它是个只读文件。我们可以打开试一下，这些信息都是不让我们修改的最后我们还需要在工程选项里添加上这个文件夹的头文件路径，要不然软件是找不到.h 文件的。我们点击这个魔术棒按钮，打开工程选项，在 C 里找到这个 Include Passes 栏，然后点击右边3个点的按钮，在这里新建路径，然后再点3个点的按钮，把 Start 的路径添加进来，点击 OK， 这样就把这个文件夹的头文件路径添加进来了。接下来我们再新建一个 main 函数，看看这个工程是不是可行我们打开工程文件夹，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夹，叫做 User， 我们的 main 函数就放在这个文件夹里。然后 Q 里在 Target 这里右键，点击添加组，改个名字叫 User， 然后在 User 上右键，点击添加新文件，
选择 C 文件，名字叫 main。下面的路径注意一下，要选择 user 文件夹，要不然默认是放在文件夹外面的。然后点击 add， 这样我们就有了 main.c 文件了。那在工程文件夹的 user 目录下，也可以看到我们新建的 main.c 文件哈。在这个 main.c 里，我们先右键插入头文件，选择 stm32f10x.h， 然后写一个 main 函数，按 table 键可以进行缩进哈，里面写一个 while 死循环。这里注意 main 函数是一个 int 型返回值 void 参数的函数，还有文件的最后一行必须要是空行，要不然会报警告哈。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编译并建立工程。可以看到下面提示的是零错误零警告哈，那这就说明我们建立的工程是没问题的。这个工程目前还没有添加 stm32 的库函数，所以它还是一个基于寄存器开发的工程。如果你想用寄存器开发 stm32， 那工程建到这里就可以了。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通过配置寄存器来完成点灯的操作哈。当然，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不是我们本课程的重点，大家了解一下即可。那我们先把这个界面的字体调大点哈，现在的字体太小，看着不舒服。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扳手工具，选择颜色和字体，选择 C++ 编辑器的选项，然后点击这个按钮，把字号调成14。这个 ASM 编辑器的字体，我们也把它调成14哈。然后 OK， 这样字体就变大了。另外我们再点一下这个扳手工具哈，把这个编码格式选成 UTF-8 这一项，这样可以防止一些中文乱码的问题。当然你要打开我的工程，也要把编码格式选为 UTF-8 哈，否则中文显示就会出现问题。如果你打开别人的工程，看到中文是乱码的话，可能还需要再改一下这个编码格式。下面这个 table 键的大小选择4哈，这个缩进大小我比较习惯，然后点击 OK， 这样界面看起来就舒服一些啊。接着我们需要拿出 STM32 的最小系统版 ST-Link 和4根5dm的镀光线，按照插针边上的标识符案，把 3.3 伏 SWDIO、SWCLK、GND 对应连接好，插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把 ST-Link 插在电脑上，插上电之后，这个板子上的电源灯应该会常亮啊。另一个连接在 PC13 口上的灯，默认应该是闪烁状态，这是芯片里的一个测试程序啊。然后我们再在 KO 里面配置一下调试器，点击魔术棒按钮，选择 Debug， 这个调试器默认是 Ulink 啊。我们用的是 ST-Link， 所以选择 ST-Link Debugger， 然后再点击右边的设置按钮，在 Flash 下载这一项，把这个 Reset and Run 这一项勾上。勾上这一项之后，我们下载程序后会立马复位并执行啊，这样方便一些，否则每次下载之后还需要按一下板子上的复位按键才能执行程序。那配置好调试器之后，点击确认 OK，然后重新编译一下，没有错误哈。再点击这个 Load 按钮，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这个程序就会下载到 STM32 里面了。我们看一下板子，可以看到这个灯已经不闪了啊，因为我们目前的程序啥都没有。那接下来我们就配置一下寄存器来点亮这个灯。我们只需要配置3个寄存器就可以点灯了。我们可以打开 STM32 的参考手册。首先是 2cc 的一个寄存器，来使能 GPIO-C 的时钟。GPIO 都是 APB2 的外设，所以在这个 APB2 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2cc APB2 ENR 里面配置。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IOPCEN， 这一位就是使能 GPLC 的时钟的。下面的解释是这一位写1就是打开 GPLC 的时钟，那这一位写1，其他的无关项我们先都给0哈。那整个寄存器的2进制数据换成16进制，就是4个1分组，也就是00000010。然后我们回到 Q， 在 while 死循环之前写上 RCC 的 APB2ENR 寄存器等于 0x00000010，这样就可以打开 GPLC 的时钟了。然后第二个寄存器，我们需要配置一下 PC13 口的模式，我们可以找到端口配置高寄存器 GPLX-CRH 啊。这个 X 可以是 A 到 G 的任意一个字母，然后右边的 CNF13 和 MUD13 就是用来配置13号口的。下面的说明我们看一下，这个 CNF 我们需要配置为通用推挽输出模式，也就是这两位为00， MUD 要配置为输出模式，最大速度可以给50兆赫兹，也就是这两位为11。最后我们对照上面的寄存器，这4位为0011，其他的我们也都给它配置为0，这样整个寄存器的值换算成16进制，就是00300000。然后我们回到 Q， 在这里写上 GPLC 的 CRH 等于 0x00300000。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给 PC13 口输出数据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 GPLX-ODR 中间有一位 ODR13， 这一位写1 13号口就是高电平，写0就是低电平。如果写1的话， ODR 的值就是00002000。那在这里我们写上GPLC 的 ODR 等于 0x00002000。因为这个灯是低电平点亮的，所以我们给 ODR 全为0就是亮，给 ODR 0x00002000就是灭。那我们试一下，先给 ODR 全0，编译，下载。这时可以看到这个 PC13 的灯已经亮起来了哈。如果我们给 ODR 2000的话，编译下载，再看一下灯就灭了。那这就是配置寄存器的方式进行点灯的操作。可以看出来，这种方式需要不断的查手册来了解每个寄存器的每一位都是干啥的哈。而且这个操作方式也有个弊端，就是我们把除了 PC13 之外的位都配置成了0，这样会影响到其他端口的原有配置。如果要做到只配置 PC13 而不影响其他位，那还需要与等于和或等于的操作。这个在511单片机的视频里我们也经常遇到哈，那这样配置就会更加麻烦。所以这种寄存器的操作方式虽然代码简洁，但是还是不太方便。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为这个工程添加库函数了，看看库函数和寄存器的操作方式有哪些区别。我们打开工程文件夹，在这里新建一个文件夹叫 library， 用来存放库函数。接着打开固件库的文件夹，打开 libraries STM32 标准外设驱动 SRC， 这些就是库函数的原文件。这个 MISC 是内核的库函数啊，其他的就是内核外的外设库函数了。这个 MISC 就是混杂的意思啊。看来这个 ST 公司还是不厚道哈，把内核的库函数都发配到杂项里面去了。开个玩笑啊。那我们按 Ctrl+A 全选，然后复制，在 Library 文件夹下粘贴，然后再打开固件库的 INC 文件夹，这些是库函数的头文件。我们继续 Ctrl+A 全选，然后复制，
在 Library 文件夹下粘贴，接着回到 Kill 软件，同样在 Target 处右键，然后添加组，改个名字叫 Library， 在右键添加已经存在的文件，打开 Library，Ctrl+A Add， 这样就把所有的库函数文件都添加进来了。但是对于这个库函数来说，现在还不能直接使用，我们需要再添加一个文件哈。我们打开固件库文件夹，打开 Project STM32 Template， 可以看到 STM32F10X CONF.H 和2个 IT 结尾的文件。这个 CONF 文件是用来配置库函数头文件的包含关系的。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用来参数检查的函数定义哈，这是所有库函数都需要的。2个 IT 文件是用来存放中断函数的。我们把这3个文件复制下来，然后粘贴到工程的 User 目录下。接着回到 Kill 软件，在 User 组里把刚才那3个文件添加进来。最后还需要一个宏定义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头文件右键打开文件，然后滑到最下面哈，看到这个语句，这是一个条件编译啊，意思是如果你定义了使用标准外设驱动这个字符串，下面这个 include conf.h 语句才有效。所以我们还需要复制一下这个字符串，然后打开工程选项，在 C 的 Define 栏目粘贴这个字符串，这样才能包含标准外设库，也就是库函数。当然还有下面的头文件路径也不要忘了，把这个 User 和 Library 目录的路径也都添加上，然后 OK。这样我们基于库函数的工程就建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library 里面的库函数也都带了钥匙，不需要我们更改。我们唯一需要更改的就是 user 组里面的这些文件。那我们点一下这个3个箱子的按钮啊，把这个 library 往上挪一下，把这些不用改的都放到最上面，这样看着舒服一些。那我们编译看一下，这个第一次编译会比较慢，以后就快些了。可以看到是零错误零警告哈，这说明我们的工程建立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再用库函数来实现点灯的操作。我们先把这3句删了。那库函数其实也是间接的配置寄存器，所以它们的步骤也是一样的。首先是使能时钟，那库函数就有这样一个函数来开启时钟哈，叫 RCC-APB2 外设时钟控制。然后这里提示有2个参数，第一个是选择外设，第二个是选择新的状态。我们可以右键跳到函数定义，这上面有函数的简介和参数说明。简介说这个函数是用来使能或者失能 APB2 的外设时钟。第一个参数可以是下面这些值，那我们可以找到 APB2 外设 GPLC 这一项，然后复制，直接作为第一个参数即可。然后我们再回过去看第二个参数 ，new state 的值可以是 enable 或者 disable。那我们复制 enable， 放在第二个参数的位置。最后别忘了括号和分号啊，这样 GPLC 的外设时钟就配置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它的内部其实还是配置 RCC-APB2 ENR 这个寄存器啊。但是经过函数的包装，
我们不需要再去查手册来确认哪一位是干啥的了。而且这里它已经帮我们用或等于和与等于来操作了，所以这个库函数的配置是不会影响到寄存器的其他位的。这就是库函数和寄存器的区别。那我们看到这个代码虽然比寄存器长但是语义更加明确，也不需要我们在查表计算这个寄存器的值了。我们只需要调用库函数，按照它的提示把参数填好就行了。所以说从这点对比上来看，库函数是比寄存器有更大优势的。好，那我们继续来配置。第二步是配置端口模式，我们需要用到 GPIO elite 这个函数。然后有2个参数，第一个是选择哪个 GPIO， 第二个是参数的结构题这个比上一个函数要麻烦一些，但也是一个套路，我们根据提示来配置参数即可。那我这里来操作一下，这里使用了结构题来配置参数，代码逻辑还是有些复杂的，这个我们下节还会继续讲，大家先跟着我操作就行了。我们首先还是去到这个函数的定义，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的介绍是根据 GPIO elite 结构体的参数来配置 GPIO。第一个参数 GPIOX， 其中 x 可以是 a 到 g， 来选择你要配置哪个 GPIO。那我们是 PC13 口的 LED， 所以第一个参数就写 GPIOC。第二个参数是一个 GPIO elite type define 的结构体，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个结构体。那在上面我们先把这个结构体的类型写上，然后给结构体起个名字，这个名字可以随便起但是根据官方的推荐，我们最好起这样的名字，叫 GPIO elite structure。然后我们把结构体的每一个参数填上，复制粘贴结构体的名字，然后用点来引出结构体的参数。可以看到这个结构体有3个参数，分别是 GPIO 模式、GPIO 端口、GPIO 速度那我们先把这3个参数都罗列出来，最后也还是一样，右键转到 mood 的定义。这右边的介绍说，这个参数可以是 GPIO mood type define 里面的一个值，因为这是注释里面的东西所以没办法用右键跳转的。那这里我们需要选中这个字符，按一下 Ctrl+F， 搜索一下这个定义的位置，点击 Find Next， 可以看到这是个枚举GPIO mood 就是这里的其中一个值。然后我们选择 Alt+PP 这一项，复制，这个就是通用推挽输出。然后在这里写上 GPIO mood Alt+PP， 这样这个参数就配置好了。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下一个参数，转到它的定义，这里下面出现了一个框这个是说它的定义有很多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选择这个 member 这一项，双击，然后跳转的其实还是刚才那个位置然后看一下这个 GPIO pin 的说明，他说这个参数在 GPIO pins define 里面定义了。我们还是一样，选中 Ctrl+F Find Next，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宏定义的列表，我们选择 GPIO pin 13，复制，然后填在第2个位置。第3个参数也是一样，右键跳到定义，选中 Ctrl+F Find Next， 在这里选中50兆赫兹的速度，复制，在这里粘贴，最后别忘了分号那结构体变量就有了，我们就可以填这个 GPIO elite 的第2个参数了。那在这里有说明这个第2个参数是一个指向结构体的指针，所以这里我们需要传递结构体的地址那我们复制结构体的名字，粘贴到这个位置，然后前面加上一个取地址的符号最后打上右括号分号，这个 GPIO 模式配置就完成了。这个配置的操作方式看上去比较难理解但是 STM32 的这种方式都是固定的，大家多打几次就知道怎么用了。最后我们设置端口的高级焰频来进行点灯吧。这里有个函数 GPIO setBits，
这个就可以把指定端口设置为高电平。大家也可以右键去看一下参数的说明哈。那这里我就直接填了，第一个是 GPLC， 第二个是 GPIO-PIN-13。这一句就可以将 PC13 号口置为高电平。接下来置低电平也有函数，叫 GPIO-reset bits， 参数同样是 GPLC、GPIO-PIN-13。这一句就可以将 PC13 号口置为低电平。那我们依次试一下啊。我们先把高电平的注释掉，编译，下载，可以看到灯已经亮了哈。再把低电平的注释掉，编译，下载，可以看到灯就灭了。那这就是使用库函数的基本操作了。这节把下节的课也带着讲了哈。至于 STM32 GPIO 口的结构、结构体和库函数的操作这些，我们下节再详细解释。那本节我们先来用一下，来测试一下我们的工程哈。那有关新建工程的部分，我们这节大概就介绍完了。最后还要补充几点哈，来看一下 PPT。首先是新建工程里的启动文件选择，我们新建工程第一个加的就是启动文件。这个启动文件有很多类型，至于选择哪一个，我们要根据芯片型号来选择。那我们看到这个表，这里是 STM32F1 系列中的型号分类，其中根据 Flash 的大小分为了小容量产品 ，Flash 为16到 32K， 简写为 LD 啊。中容量产品 Flash 为16到 128K， 简写为 MD。大容量产品 Flash 为256到 512K， 简写为 HD。加大容量产品 Flash 大于 512K， 简写为 XL。那 STM32F100 的系列呢 ，ST 把它叫做超值系列，简写为 VL。STM32F105 和107，ST 把它叫做互联型产品，这个就没有根据 Flash 大小再分类了，所以就有了这个表。如果你使用 STM32F100 的型号，就选择带 VL 的启动文件，然后再根据 Flash 的大小选择 LD、MD 还是 HD。如果你使用 STM32F100、102、103的型号，就选择不带 VL 的，然后根据 Flash 的大小选择 LD、MD、HD 还是 XL。如果你使用 STM32F105、107的型号，直接选择 CL 的启动文件即可。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启动文件后面带的字母和我这个表的字母都是对应的，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 STM32F103 的芯片就需要选择这4列。又因为 C8T6 的 Flash 是 64K， 所以选择 MD 的启动文件。这就是 STM32F1 系列的型号分类和启动文件的选取哈。接下来我们再总结一下新建工程的步骤。第一步，建立工程文件夹 ，Q 中新建工程，选择型号，这个不用说哈。第二步，工程文件夹里建立 Start、Library、User 等文件夹，复制固件库里面的文件到工程文件夹。这一步是为了添加工程文件准备的。建文件夹是因为文件比较多，需要分类管理一下哈。这个文件夹的名称和数量没有限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建，这都是可以的。另外，需要用的文件一定要复制到工程文件夹里面来，不要添加工程文件夹外面的文件，要不然你外面的文件一旦挪位置，工程里就找不到文件了。所以我们要复制文件到工程里来，保持工程的独立性。第三步是工程里对应建立 Start、Library、User 等同名称的分组，然后将文件夹内的文件添加到工程分组里。这一步的原因是在 Q 里方便管理文件哈，因为 Q 没法直接添加文件夹，所以还得重复一下，在 Q 里建立分组，然后添加文件。
这个添加文件我是把所有的 .h 文件和 .c 文件都添加进来了哈。因为 .h 文件是不参与编译的，所以其他很多工程都是不添加 .h 文件的。但是我认为把 .h 文件加进来比较方便，而且 .h 文件也是需要经常打开看的，所以我比较习惯把所有的文件都添加进来。第4步是工程选项 C、C++、include passes 类声明所有包含头文件的文件夹。这一步是因为你这个 start、library 等文件夹是你自己建的， Q 软件它并不知道，所以你要用自己文件夹里面的 .h 文件，就必须声明一下这个路径。那最好就是你自己建的所有文件夹都声明一下哈，这样就不会出现 .h 文件找不到的问题了。第5步是工程选项 C、C++、define 类定义使用标准外设驱动这个字符串，这是使用库函数的条件编译哈，使用库函数就必须定义这个。另外其他的工程在这个位置还声明了一个 stm32f10x-mt 的字符串。那根据我的调查 Q5 在新建工程后自动就帮我们声明好了这个，不需要再额外声明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只需要声明使用标准外设驱动的字符串即可。第6步是工程选项 debug 下拉列表选择对应调试器 settings flash download 你勾选 reset and run， 这个就是选择调试器来进行下载的选项了。我们用 ST-Link 就选择 ST-Link 的那一项即可。那这就是新建工程的基本步骤。新建工程也是很灵活的哈，大家只要符合要求都可以编译通过。每个人建工程的风格也不同，大家学会了之后也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风格的工程。最后我再额外的讲一下这个工程的架构哈，来看一下这个工程的每个文件都是干啥的，为啥需要这些文件。那我们看到这个图，首先是 startup 启动文件，这个是程序执行最基本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到 Q 中启动文件是用汇编写的，启动文件内定义了中断向量表、中断服务函数等。那这个中断服务函数中有个复位中断，这就是整个程序的入口哈。当 STM32 上链复位或者按下复位按键之后，程序就会进入复位中断函数执行。复位中断函数主要就做了2件事情，第一个是调用 system-init 函数，第二个是调用 main 函数。对应启动文件的这里可以看到，这是复位的中断函数，然后调用 system-init， 再调用 main， 然后程序就结束了。当然实际上单片机的程序永远也不会结束，所以在 main 函数的最后一定是一个死循环。那 system-init 函数就是定义在这个 system 开头的 .c 文件里的。那在 Q 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的定义。这里的简介写了这个函数的作用哈，是设置微控制器的启动，初始化嵌入式闪存接口、锁相环，更新系统内核的使用变量。下面的 note 写的是这个函数仅在复位后需要调用。那下面这些就是用来配置这些东西的，这个也不需要我们更改。我们只需要知道在 main 函数之前单片机就已经执行了一堆东西了，帮我们把这个闪存接口、时钟等一系列杂碎的东西都配置好了。另外在启动文件还定义了 STM32 所有的其他中断哈，这些中断达到触发条件后就会自动执行。那在启动文件这下面，这都是其他的中断调用了。这个中断函数的定义就是在 stm32f10x-it 里面的。我们打开 Q 可以看到，这些就是中断函数的定义。那最后 ST 还建议我们把自己的中断写在这个位置哈。当然我们还是习惯在哪用中断就写在哪里哈，写在别的地方也是可以的。那这些就是中断部分的执行逻辑了。另外你也可以自己定义一些用户文件来分装一些模块供主函数和中断调用，这些也都是没问题的啊。
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程序结构的模块化。要不然所有的程序都堆在主函数里，那主函数也太长了，是吧？到此为止，这个工程结构主动执行的部分就介绍完了，剩下右边的就是被动执行的东西了，相当于 STM32 的资源，我们在主函数或者中段函数里就可以调用这些资源哈。右上角这两个 STM32F10X.H 和 car-cm3 这些文件，就是外设和内核外设的寄存器描述。在 Kill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寄存器和寄存器每一位的名字啊，还有地址信息等。如果直接调用这些寄存器来使用 STM32，那就是寄存器的开发方式。我们已经试过了，这种方式会有一些弊端，也比较麻烦。所以 ST 公司就提供了下面这两个文件，这个就是库函数文件。在 Kill 中可以看到，这每个外设都提供了一大堆的函数，这些函数分装了寄存器的操作，给我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函数调用方式。只要学会了操作套路，那配置一个外设就是很简单的，连手册都不需要看一眼哈。这个 CONF 文件就是用来配置头文件的包含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CONF 文件 include 了所有的库函数头文件，同时我们在 STM32F10X.H 的最后又包含了 CONF， 所以在使用这些库函数时，我们只需要包含 STM32F10X.H 这一个头文件，就相当于包含了所有的库函数头文件，这样我们就可以任意的调用库函数了哈。那这些就是整个工程的结构和每个文件的作用哈。好，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所有内容了。本节课我们建好了基于库函数的 STM32 工程，我们下一节就开始从这个工程上学习 STM32 的第一个外设 GPIO 了哈。